发生了什么？中国坦克邱建良居然被一拳打晃了！能一拳打晃邱建良的人，可见战力恐怖。他是来自韩国棒子有蒙面刺客之称的金东秀。韩国棒子是韩国少见的搏击天才，在韩国打遍无敌手，所以跑到中国来耀武扬威。由于韩国棒子恐怖的实力，在中国拳坛也是横行霸道，很多拳手都败在了他的手下。67公斤以下堪称无敌的存在，暂时也找不到能和金东秀抗衡的拳手。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击败金东秀，肯定能一举成名。举办方想尽了所有办法，终于找到了能和金东秀抗衡的人邱建良，一定要击败韩国棒子，打压他的嚣张气焰，也要找回中国拳坛丢失的面子。邱建良的实力毋庸置疑，被称之为中国坦克，足以证明他强悍的抗击打能力和强劲的攻击力。再让韩国棒子继续嚣张下去，中国拳坛恐怕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邱建良教训韩国棒子，请大家动动发财的双手，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双方进行了简单的试探。在之前的比赛中，韩国棒子的命中率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中国拳手都败在他的手。韩国棒子的进攻也是非常的猛烈，邱建良的攻击一时半会也压制不了他，而且他在防守的时候还能找到机会还击。邱建良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命中。自己的泰拳和自由搏击风格的接触，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高的提高。我们看金东秀的这个拳，金东秀的拳的启动非常的快，整个的落点非常的简单。好，1、2、4、3次，在整个的比赛中呢，整个身体的这种韧性和整个的紧张度还是非常的适中，可以保持一个既不影响自己的灵活，也依然可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注意力。刚才邱建良一轮拳法的抢攻非常不错，但是金东秀呢，自己的这种拳法的落点是非常刁钻和诡异的，相对于一般的拳手这种传统的落点判断呢，对他来说有的时候是不适应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所熟知的这种韩式的选手的自由搏击能力呢，都是比较刚猛的，相对来说占有刚猛的一路。而金东秀的打法更倾向于这种韩式的打。我们看邱建良的上身一直在进行这种直线性的躲闪啊，在这种摇闪的进攻中呢，金东秀的这个拳法落点判断也不是非常明显。漂亮，飞膝，击中了。韩国棒子的实力果然不是盖的，找到机会在猛攻中一拳把邱建良的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，而且马上保持了平衡，裁判并没有读秒，起身继续战斗。进入第2回合，在第一场失去优势的邱建良率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韩国棒子毫不畏惧，直面跟邱建良硬刚拳法。韩国棒子前期占优势，攻击非常猛，邱建良属于慢热型，越打越猛。在第一场，韩国棒子确实占到了绝对的优势。金东秀呢，号称这个拳法是冷枪啊，在整个的拳法中的这种落点和这种突发的力量是非常好的。邱建良跟对方先进行内围，双方再进行内围的对拼。相对来说，邱建良又击中对方一次，左开。现在整个金东秀的这个进攻呢，还是以这种比较冷静漂亮。刚才邱建良一个后手的摆拳被金东秀摇闪开了。邱建良在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少做这种腾空或者转身的动作。金东秀是一个这个找寻拳法落点非常擅长的一位选手，在这种拳法角度的进攻中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在双方换拳中，韩国棒子找到机会给了邱建良一记重拳，瞬间猛了一下，裁判给了邱建良一个读秒。这几秒了，现在在这种双方在超近距离拳法对拼中，邱建良又一次面对了自己比较难的一次比赛。读秒回来的邱建良对着韩国棒子发起了强劲的攻击，邱建良慢慢的打出了自己的优势，韩国棒子慢慢的被压制，邱建良彻底被激怒了，他也掌握了赛场节奏。虽然说邱建良的这个有效打击相对对方更多，但是对方的力量渗透会更好。邱建良这个时候还有将近1个半回合，不要做太多转身的动作，后手。金东秀整个的这种身法的后手击中对方，开摔。3回合一胜。进入第3场，双方都展开了猛烈的对拼。邱建良的攻击相对比较频繁，韩国棒子感觉到了压力，一直这样下去，邱建良绝对能量会失去的比分。这样来说，对于擅长拳腿连击的邱建良来说是更有优势的。好，双方虽然在进攻了很多次，但是其实拳法有效性的落点并不是特别多。金东秀一直以来呢，这个拳法都不是以这种这个前手上勾，邱建良想拿到这个局的局点，对方迎击了一下。金东秀的体能下降的比较快。好，
一个后手的中勾直接击中了邱建良的心窝，但是邱建良毫无惧色啊，一直在进行进攻。邱建良最擅长的应该是刚才的那个距离，也就是双方的中距离，而不应该跟金东秀打超近距离的金东秀的。韩国棒子的攻势已经明显减弱，在邱建良的铁拳和顶膝下，韩国棒子被打得连连后退。好，邱建良有一次，金东秀现在不行了，在邱建良的追击下，很快韩国棒子的鼻子就被打出了血，裁判也给韩国棒子进行读秒，拿到了一个长发，把局面翻了回来。邱建良一鼓作气，这个时候一定要一鼓作气拿下这场比赛。5秒过后，邱建良飞本上前，对着韩国棒子就是狂轰乱炸的攻击，韩国棒子已经没有力气还击了。曾经输给过表现非常好的铁英华，但并没有面对过热量。金东秀的皮子已经出血了，邱建良依然在进攻，邱建良希望以 KO 让金东秀表现出了作为顶尖选手所应该具备的意志和品质。虽然一直在后退，但并没有倒下。金东秀依然没有放弃这场比赛。选手来说，金东秀表现出了作为顶尖选手所应该具备的意志和品质。比赛结束，为了展示大国风范，邱建良上前拥抱韩国棒子，可是韩国棒子完全不领情，扭头就走。最后裁判宣布平局，进行加赛局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出现了，我们加赛局开始。这一局是最终的决定局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急于强攻，都在找机会。多施加进攻，多打密度。金东秀现在非常有经验，把想把这个邱建良在一个自己极近的范围内，不想再进攻了。我们看金东秀的整个韩国棒子一个高踢，被邱建良抓着腿直接放倒在地。有一些滑倒的趋势。我们看邱建良是不是还要进攻？起来之后准备进攻，突然时间到了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的确是酣畅淋漓，表现得非常漂亮。邱建良依然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比赛，在4回合的比赛里，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进攻。邱建良最后以点数的优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成功把在中国拳坛横行无忌的韩国棒排在脚下，让其以后在中国低调行事。大家对邱建良的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